陷入死胡同的人类进化方向。Coordinator 调整者，机动战士高达系，机甲以外鲜为人知的设定详解。齐奥尔科夫斯基号深空探测船是由大西洋联邦航空航天局于 CA15年投入使用的一艘宇宙飞船。该型飞船按计划将用于执行深空探索任务，而任务的目标就是向木星圈进军进行探索和科研活动。由于深空探索任务的周期很长，像这样跨越行星之间距离的深空探测任务，其任务周期起码要数年的时间为单位来计，这就需要容纳足够多的物资和设备，才能够满足航天员长期在宇宙中航行的需要，使得齐奥尔科夫斯基号的体积十分庞大，光是整体长度就足足有2000米，同时还在船体中间位置设置了圆环装置，这个圆环可以进行滚动，可以通过滚动产生的离心力来模拟重力环境，以此来消除人员长期在失重环境下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且配套有相关的农业和工业设施。虽然规模比较小，但产出的物资足够所有人员的基本需要。可以说，在齐奥尔科夫斯基号的内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微型生态系统，这让人员长期在宇宙中生活成为了可能，也为以后人类在宇宙中建设殖民星提供了技术基础。在某种程度上，齐奥尔科夫斯基号相当于殖民星的雏形，为人类长期能否在宇宙中生活发挥了技术验证的作用。可以说，这一艘飞船带来的意义涵盖的范围可以说是方方面面。而在飞船之外，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此次深空探测任务将由一个名为乔治·格伦的人率领前往，而他此时的年龄才31岁。作为深空探测任务的领头人，这个年龄可以说是十分的年轻。然而，乔治·格伦早在17岁时就已经表现出了超于常人的能力，不仅早早就取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的学位，还作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夺取了金牌。在这之后，参加橄榄球职业联赛，一举成为了明星球员。没多久，他便参军进入空军服役，同样毫无意外地成为了王牌飞行员，甚至在服役期间还参与了航空航天的研发项目，其取得的科研成果同样令人瞩目，包括这艘齐奥尔科夫斯基号也是由他亲自设计的。所以依靠这些过硬的经历，乔治·格伦顺利成为了此次深空探测任务的领头人，已经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承担这个历史使命。然而，正当人们还在认为乔治·格伦是难得一见拥有超高天赋的天才时，突然间在向木星出发的这一天，乔治·格伦向全世界公布了一个重大秘密。这个秘密内容就是他并非是自然降生的人类，而是在受精卵阶段经过基因调整后诞生的人类，也就是人们口中俗称的调整者。接着他便公开了基因调整技术，于是从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让后代获得更多天赋异禀的能力，纷纷使用了他公布的基因调整技术。然后当越来越多经过基因调整的人类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整个世界的局势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乔治·格伦公布基因调整技术这一举动，就像是拨动了世界的齿轮一般，从此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了极其深远的改变。正如第一个调整者乔治·格伦所表现的那样，经过基因调整诞生的人类，无论是智力还是身体素质，其表现都是远超于自然生育的人类。如果从个体方面的表现来看，调整者的记忆力、学习能力、思维能力等表现均十分突出，所以调整者能够以较短的时间内学完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课程，并且平均取得的学习成绩要高于自然人一大截。几乎所有调整者都是名列前茅的尖子生，而在身体素质方面同样十分出众，无论是反应速度、体能还是爆发力，都要比自然人强出不少，其身体各方面的机能都突破了自然人的上限，这让调整者在与自然人进行对抗时，都是以一敌十般的强大存在，甚至还能更进一步获得具体的天赋能力，像外貌都可以进行基因调整来提升下一代的颜值，其效果不但要优于整容手术，调整结果还能继续遗传到下一代子女身上。而且除了外貌之外，像绘画、音乐等艺术方面的天赋也是如此。可以说，基因调整技术的出现，让人类获取天赋能力有了确切的手段，从此打破了人类自诞生以来获取天赋的随机性。而在对抗疾病方面，调整者比自然人的抵抗力要更强，因而调整者的正常寿命普遍要比自然人高，但还不能免于所有疾病的困扰，像利卡西塔的眼疾这种先天性疾病，基因调整技术还没有做到从根本上进行治愈的程度。不过基因调整技术仍对人的全面提升具有重大意义，只是在技术层面之外存在着核心问题，仍需妥善应对。这个问题就是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每一项新技术的诞生都会伴随着扰乱定律。具体到基因调整技术上，
就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伦理冲击。所以，仅仅在乔治·格伦公开基因调整技术后的1年时间，联合国遗传因子资源开发会议通过决议，要求所有缔约国全面禁止对人使用基因调整技术。然而，基因调整技术并没有从此绝迹，很多人仍甘愿冒险做出巨大支付，通过灰色地带设法绕过监管，来让自己的下一代使用上基因调整技术。由于调整者并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只要平时注意不过于显露自己的能力，通常就不会被周围的人发现。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波诞生的调整者当中有2个重要人物，这2个人物分别是西格尔·克莱因和帕特里特·萨拉，他们2个都是在调整者身份见不得光的环境下成长，可以说这一经历对他们的未来造成了重大影响。而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当时周围环境再怎么对调整者不友好，但在当时很多人看来，给后代进行基因调整带来的收益要远大于风险。尽管大多数人感觉不到自己身边存在调整者，但调整者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快速增长。特别是当时间进入到 CA29 年，乔治·格伦经过14年的时间完成了深空探索任务，在返回地球时还带来了重大发现，而这个发现就是外星生物的化石。很快，整个世界都对这个发现震惊不已，这让乔治·格伦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历史高度。本来他出发之前公布基因调整技术这一行径，这些年来一直备受各方势力的强烈指责，但现在乔治·格伦的光芒直接掩盖掉了这些，使得大多数人开始逐渐认可了基因调整技术，甚至一些较为极端宗教主义势力的声量也降低了不少。很快，全世界范围掀起了第一次使用基因调整技术的浪潮。于是次年，也就是 CA30 年，第一波调整者婴儿潮开始形成。虽然在人口比例上不值得一提，但已经形成了趋势，积累了相当多的数量。当这波调整者进入成年后，很快就带领人类进入到了宇宙世纪第一个科技爆发的时代。于是从 CA38 年开始至 CA70 年这30年时间里，以乔治·格伦为代表的第一代调整者在 L5 位置建立了规模十分庞大的殖民星群，为人类大规模移居宇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人类从此进入到了宇宙开发的高潮阶段。于是为了表彰乔治·格伦的历史功绩，决定将他发现的外星生物化石放在了 L5 殖民星群上，以此纪念他为人类进军宇宙而创造的伟大事业。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人类进入到了和谐稳定的发展状态，相反，基因调整技术带来的纷争不但愈演愈烈，并且深藏的风险和缺陷也开始暴露。这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调整者的出现已经挤占了自然人原有的上升通道。现在调整者的不断增多，也就使得调整者与自然人的对立也在不断加剧。而且基因调整技术的费用很高，基本上调整者绝大多数都来自富人阶层，客观上造成了新技术的应用强化了阶级固化的现象，这让调整者与自然人在对立之上还叠加着阶层矛盾。于是在极端组织的长期影响下，让自然人与调整者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阶段，纷纷举起了武器向调整者施暴。一时间全世界各地接连爆发多起枪杀案件，每一个事件都是由自然人直接发起，连乔治·格伦在一场出席活动中也遭到了一名自然人少年的毒手，最终于 CE53 年不幸身亡。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大量聚集在 L5 位置殖民星群的调整者就开始有了独立自主的思潮，其中西格尔·克莱因和帕特里特·萨拉于 CE50 年创建黄道同盟组织，从此便长期活跃在对抗自然人势力的第一线。而在经过20年的发展了以后，黄道同盟组织发展成了比肩地球政府军队的武装力量，并且还把名字改成了自由条约黄道同盟，也就是后来人们俗称的扎夫特。紧接着 L5 殖民星群于 CE70 年独立建国，其国名的简称仍旧延续使用了 Plant。而另一边的地球联合在彻底失去了 Plant 的主权后，便开始组织军队向其宣战，于是第一次 Plant 与地球联合的战争就此爆发。而这场战争很快被反调整者激进组织利用，在战争爆发后的2月14日，使用核弹向 Plant 的尤尼乌斯7农业殖民星攻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染情人节惨案。至此，自然人与调整者之间的矛盾被彻底引爆，从此陷入到了无休无止的斗争当中。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调整者利用自己的身体素质优势，驾驶高性能的机动战士对地球联合军形成了碾压，迫使地球联合军在跟进发展机动战士时也使用上了基因调整技术，创造了一批战斗调整者来驾驶复杂的机动战士。像佣兵组织巨蛇之尾的从云河和索西斯计划，都是地球联合军使用基因调整技术创造的产物。为了方便对其进
进行控制，在调整时还刻上了不能攻击自然人的基因。而从云和依靠自己的意志摆脱掉了控制，以至于试验后未达到要求被盖上了无用的标签。没多久之后，从云和逃离了地球联合的研究所，就这样走向了佣兵之路。就在基因调整技术火热之时，也让一些开展相关业务的企业也跟着发展壮大。这其中的头部企业便是名为 Garm2D 公司。在第一次调整者婴儿潮时期，也就是 CE30年这个时间，这家公司在 L4 位置投资建设了孟德尔殖民星。该殖民星集成了基因调整技术上下游所有产业链，并配套有完整设施，来满足从科研到临床应用等一系列活动的需要，并且集中了很多顶尖的研发人员。而在这些人员当中，就包括了由联想和吉尔伯特·迪兰达尔。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相关领域的顶级科研人员。尽管当时的基因调整技术已经广泛使用，但还没有达到成熟稳定的地步，已存在的技术缺陷仍需要投入科研力量进行解决，比如调整结果未达到预期，乃至失败导致流产的情况并不罕见。这些都给了基因调整技术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很快，由联想发现引发这些缺陷的原因都集中在了母体上，于是他决定开启新的研发项目，使用人造子宫来升级基因调整技术。这个项目就是超级调整者计划。然而，这个计划的技术难度超出了想象，接连几十次试验失败，迟迟未交出研发成果，导致这一研发项目因资金问题一度被迫终止。直到由联想冒险帮助艾尔达·弗拉达进行克隆项目后，这才得到资助继续展开超级调整者计划。直到时间过去了8年，由联想的妻子薇娅想怀孕后才迎来转机。在得知自己的后代是双胞胎时，由联想博士就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将其中一个用于进行他的超级调整者试验。而这一次的试验成果终于获得了成功。当由联想博士还在享受成功的喜悦之时，孟德尔殖民星却遭到了自然人极端组织的袭击，结果他和他的妻子很不幸在袭击当中身亡，而他创造的超级调整者，也就是基拉大河，则在袭击当中幸免于难。然后他在母亲妹妹的抚养下顺利长大成人。除了基拉之外，还有一个名为卡纳德·帕尔斯的超级调整者，但他是基拉之前试验的失败品。本来按正常流程要对他进行失败处理，但在一名项目科研人员的帮助下，卡纳德成功逃离孟德尔殖民星，幸存了下来。所以由联想博士的科研成果，可以说只剩了基拉大河这一个独苗，也可以算上卡纳德一共2个。至于他的研发资料下落，到目前为止仍不得而知。CE54年，全世界爆发了一种 S2 型流感病毒，该型病毒基于上世纪的 S 型病毒变异而来，其传播性很强，并且具有致命性，在发现没多久就席卷了全世界。由于疫苗需要时间进行研发，使得很多人感染后没等到疫苗就不幸身亡，而调整者则不需要疫苗就能免疫 S2 病毒的侵害。像闪耀的凶星 J 江凯利的父母就是在这场 S2 病毒肆虐的过程中身亡，而他作为第1代调整者则幸免于难。这个在宇宙世纪之前，为了应对病毒侵害和生化武器等威胁而研发的基因调整技术，终于在这一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不过，正当有部分人开始认为基因调整技术是人类未来进化方向的时候，深藏已久的巨大缺陷开始暴露在人们的眼前。而这个缺陷就是从第3代调整者开始，生育率显著急剧下降，其统计的数据远远低于自然增长的水平，这就使得以调整者占绝大多数人口比例的 Plant 建国还没有多少年，国家就提前进入了人口危机的时代。加上当前正与地球联合处于交战状态，如果不及时在国家层面进行干预，不出几年人口问题将会更加严峻。于是 Plant 最高评议会做出了决议，对国民的婚姻进行强制干预。这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条款，那就是由国家层面来匹配国民婚姻的对象，并对不利于进行生育的婚姻进行管制。像吉尔伯特·迪兰达尔和塔利亚·库拉迪斯就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关系，无法从恋人发展到婚姻关系。可以说Plant 发出的这个行政手段已经相当于国家级别的包办婚姻。由此可见， Plant 认识到了低生育率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还是西格尔克莱因任评议会议长的时候，也是将低生育率问题考虑在内，向国防委员长帕特里特·萨拉寻求停止战争的可能性。但帕特里特·萨拉仍旧继续激进路线，不做出改变。当然，停止战争的主动权并不完全掌握在扎夫特手中，所以西格尔寻求停战的意愿不可避免地落了空。因而后来 Plant 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决定放开了一部分移民进入 Plant， 以此尽可能缓解人口带来的问题。
这其中以真飞鸟为代表，来自奥布的移民就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而且这里面还不乏关键产业的技术人才，以至于在 CA73年卡加利作为奥布代表访问 Plant 时，还就奥布技术人才移民到 Plant 的问题，向迪兰达尔议长进行了交涉。不过这些问题，因为 Plant 与地球联合的战争爆发，最终也只能是不了了之。而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调整者遇到的低生育率问题，可以确定当初乔治·格伦公布基因调整技术还是过于草率。虽然他的本意是要让刚经历各种灾难的人类通过基因调整来实现智力突破，从而提升社会生产力，再一次重新走向高速发展的时代，但新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是他个人无法掌控的，所以要避免新技术的应用走向反面，就不能离开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管制，而作为个人则万万不能独自做出技术的走向。